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9号，沙特和美国的 F-35军购大单刷屏了，但最后这很可能是一个烂尾工程，美国民众空欢喜一场，而沙特政府也是空欢喜一场。但是老川家的生意在沙特赚钱，这个不会改变。关于聊到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就问：这么大的单子，总统签字都公布了，还能有问题吗？今天我就从2个方面跟你聊一下，为什么这只是一个政治大秀，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军购大单。咱聊个话题必须得有根据。先说第一条，您了解 F-35它是一个不普通的战机吗？这倒不是说它是第5代隐身战机，这个不重要。性能在军购中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出身就不是为沙特这样的国家研制的。大家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决定研发 F-35的时候这是美国政府联合了北约盟国共同出钱的。它一出身就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战斗机，美国占了80%的研发投入，另外它合计有3个等级的合作商，也就是讲剩下那20%人家是根据不同的出资额享有不同的采购优先顺序的，这里边没沙特什么事儿。第一档唯一的那就是英国，他出了10%的份额，将近30多亿英镑。那第2级是意大利和丹麦，出钱也比较多。第3级是加拿大、什么澳大利亚。实际上除了这3级之外，还有一些安全合约，虽然没出钱，但是根据关系这么近也得要卖，那就包括日本和新加坡。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是大家伙一起出钱研发的战斗机，你知道他们总共要采购多少架？实际上一共要采购是3000架，其中美国空军就1600架。大家知道需求量这么大，那生产周期根据最新的公告，它每年只能交付110架，而且这110架其中一半是给美国的，一半是给盟国的。那你就清楚了，一年你才生产110架，咱就说你翻1倍，一年生产200架，你再交付3000架，这也得10几年以后才能够轮到沙特，对吧？这是第一件事。第2件事那才是致命的，就是美国的对外军购从来都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根据美国的法制，总统如果向外卖军火硬件超过1400万美金，必须要向国会进行审核，30天之内国会给意见，如果没意见你可以卖，如果有意见，这事儿得重新谈。国会审查完成以后，有了书面通知，接下来你才可以去签合同收钱。沙特现在仅仅是第一步，就是美国总统他想卖，双方签署的只是一个框架协议，这距离国会通过，然后你的签约，你的收钱，这还早着呢。咱们假设一下，国会也如果通过的话，那接下来真的签了约，按照美国军火的交易规则不存在定金这一说，你必须100%把这钱全部打给美国的专用账户。那你说他为啥不能打给军火商很简单，美国政府根据全球的战略，他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卖给你什么型号的。如果你直接给企业，那企业肯定有动力糊弄政府嘛。所以企业在这里面扮演的只是一个干活的角色，就是政府接了什么单子，你负责给交活就行了。你交完活，我钱给你，因为这钱呢是在政府的
专用信托账户里。那问题就是现在的议员啊，对于是否卖给沙特战斗机啊是有争议的。主要争议啊是3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卡舒吉那个事儿啊，什么侵犯人权的，这个今天啊不展开聊了啊，那个很复杂。第二个，那就是美国多年来有一个军购的原则不能打破，那就是必须保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也就是你卖给你中东周围的盟国，像约旦呀，像什么沙特啊，你的武器啊必须逊于以色列。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它已经有 F-35战斗机了，那你要是再卖给这个沙特，那它的军事就会被打破。实际上，很多亲以的议员啊是想反对这个生意的。那你说为什么有这种规则啊？很简单，在中东地区啊，它就是一个火药桶，但问题是真正能镇住的，它只有以色列，而且以色列在配备尖端战机的情况下，可以替美国干一些美国不方便干的脏活。因为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啊，这是要死人的，这是要付出人命的。但你要是美国亲自下场，那国内肯定很多人说看到这照片啊，流离失所啊，来抗议。但以色列去干呢，美国出武器，那这个效果啊就差多了。正是因为以色列多年扮演这种角色，那是真的很亲近的小弟，武器必须得得心应手。你看去年轰炸这个伊朗，那不就是 F-35出动的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议员啊大概率会否决掉这个生意。第三个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沙特现在的武器库里边啊，它比较杂，既有美国的武器，也有欧洲法国的武器，也有英国的武器，也有中国的武器。那有议员最近就提出来了，沙特在历史上至少有3次发生过这种过失，他倒不是故意把这个秘密泄给中国，而是啊，他由于做事相对来说比较粗，比较大意啊，就出现过3次。其中第一次哈，那就是啊，中国在沙特它有一个弹道导弹生产项目，这个生产项目啊有数千个中国军方的军人和工程师长期待在那地方，而那个地方距离美军基地啊非常近，或者说他购买的美国 F-15、这个战斗机是非常近的。你的出动、你的音频、你的雷达波啊，非常容易被中国的施工人员他侦测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沙特采购过美国的拦截弹，有一次拦截弹这个出了点问题，那些残骸啊，他居然让中国的军方也参与去研究了。那中国军方他很容易从这个残骸就知道这个破片的规则是什么，材质是什么，如何进行排列的。你看这么不小心的事儿，沙特觉得这无所谓吧？那是他不懂，他懂的话他早自己做了。而对于内行人啊，这就是泄密了。第三次啊，当然就是沙特军用和民用的有些通信网络来自于中国华为，这儿你就清楚了啊。华为那套5G 通信系统啊，它有很多的后门，或者说它在你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它能知道你的战斗机防空系统的雷达开机的频率、效率、频谱，这些如果它知道的话，中国可能就会研发出反隐身武器的雷达。因为大家都明白，世界上大多数的隐身战斗机，一个是什么气动布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涂层，还有呢就是你的防辐射的雷达。那我可以专门针对你的隐身研发专用的雷达呀，这个就叫一物降一物，有的放矢。所以美国的议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以前就这么不小心，而且你和中方的武器合作这么的频密，
规模还这么大，几千人在沙特呀，你怎么保证我的第5代最高端的战斗机不会被泄密？实际上，美国军方对这件事儿他也是有蛮大的意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现役战斗机里，那我们不说轰炸机就是战斗机，F-22、F-35加起来不到1000架，而剩下呢有400多架的 F-16和200多架的 F-15都等着要换这个 F-35呢，人家都没排上队。假设在2007年的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做过一次测试，就是 F-35隐身战机和美国现役的 F-16战机，你们双方进行对打。当然，这个对打是演习性质的它不会真的会发射，就是看谁先被发现，先被锁定。第一次测试呢是1:14，就是我这个 F-35战斗机，我已经发现你 F-16了，我已经摁一下，模拟摁一下了，实际上就等于摧毁了，1:14，而对方一次都没有发现 F-35。第二次那就更夸张了，是1:40，就是我一架，如果说我弹药是无限量的话我可以一连串干掉40架 F-16，而对方却发现不了我。这就是4代机和5代机引申的最大的价值。为什么它一架能卖到1.1亿美金一架呀？这都是高科技。你看，现在有400多架 F-16、200多架 F-15这种非隐形战斗机的飞行员都等着要换这个5代机呢。你倒好，突然给沙特了，那你说心里能不火吗？因为大家都清楚我开的 F-35，我还开的 F-15和 F-16，在 F-35眼里那就是靶子，没有任何隐身的性能。所以美国的空军本身对这件事儿他也不支持。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最后怎么解决呢？如果议员不通过，这事儿就停下来，不停的延期。咱假设议员也搞定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老川3年后如果下台，这个飞机仍然还没有排到沙特，但是沙特的钱可能已经交了，因为议会已经通过，就可以签约交钱嘛。但是如果民主党接下来上来以后，2028年他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单子叫停。那叫停的结果，根据美国军购的协议，他不支付任何的违约金，他可以把你付的钱还给你，而且还是无息的，他不用支付任何的违约成本和什么合同损失。而且呢，你已经放弃了司法豁免，就是这里边你还不能打官司。那你说这么霸王条款，为什么沙特要遵守？不光沙特，任何向美国买这种尖端武器的，你都必须遵守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而且能让你签约就不错了，大有人在是那个在门外等着呢。这个就是尖货的在市场的价值所在。所以，民主党的总统上来以后，如果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或者地区军事，或者防止泄密，任何一个理由，他都可以咔嚓叫停这个单子，然后把钱你再还给沙特。所以沙特最后可能等老川下台的时候都没有收到一架 F-35，大不了呢把这钱退回来。美国民众这不也空欢喜一场吗？最终钱又退回去了。但是有一条，老川家族的生意在沙特现在就正在做，以后也会做得更好，人家赚钱是肯定的。根据 CNN 的报道包括美联社这不是一家好多媒体的披露，老川的儿子现在那个川普集团，他呢在利雅得就有地产项目，现在要搞第2个了。第一个你知道怎么赚钱呢？它是叫品牌授权，就是你沙特你把那房盖好了，酒店你挂我的牌子，你就要给我授权的品牌费，这钱挣的那叫一个轻松，一砖一瓦都不用你只是挂你牌子，你还能给钱。实际上这个并不是最挣钱的，一年也才2000多万美金。但是老川女婿挣钱那就比较厉害了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女婿霍什纳的是犹太人挣钱的高手。
因为在老川第一任期是2020年1月21号卸任第二天，他的女婿库什纳就在美国国内，应该叫佛蒙特州吧，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然后呢，在3个月之内就获得了沙特的20亿美金的投资，这叫大金主，我是投资公司。因为据文件披露啊，这个沙特主权基金的人不愿意投这个钱，因为毕竟你老船已经下来了。但是啊，当时的王子是力排众议，拍板必须要出这个钱，因为老船在第一任期也曾经卖给了沙特1000亿美金的武器，这个也许是一种后延的一种承诺。你看库尔纳的公司刚成立3个月拿20亿美金，你要不是总统女婿，你能做到吗？有了这20亿美金呀，人家还不完全在沙特投，他可以投美国企业，也可以投以色列企业，无论投没投，他每年都收管理费，这个是稳赚的。你看孩子女婿的这生意人家做的就很熟了，现在接了这个大单，那一定有更多的生意继续做下去。所以说民众看到呢是一个大秀，老川厉害，给我们收了一个大单，数百亿规模的。那这个大单是否真的会执行下去呢？这个肉是否能吃到嘴里呢？这样就不一定了。好吧，这个故事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如果您对这个88年的金陵工程，就是沙特如何用35亿美金买到东风3，如果你感兴趣，你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改天可以专门跟你聊聊，那个比今天的故事更精彩。好，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明天见。